演示用到2毫米的空心棉以及3.5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编织3个锁针作为1个长针，然后绕线圈钩织11个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一共12针。12针完成后，收紧线圈。在开始的起立针上钩织1个引拔针，在起立针和长针之间的空隙处钩织1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钩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，然后钩织1个锁针，在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钩织2个长针。接着编织1个锁针，在每2个长针之间的位置重复钩织2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12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引拔过渡到锁针的镂空处。第3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针，接着编织1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镂空处钩织3个长针，然后钩织1个锁针，在每个锁针的镂空处重复钩织3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同样循环12次。第12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接着将线引拔过渡到锁针的镂空处。第4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3个长针，然后钩织1个锁针。第1圈到第4圈针数逐步递增，按照4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循环12次。第4圈结束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将线引拔过渡到第3个长针上。第5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，然后编织1个锁针，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钩织2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接着跳过2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2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跳过1个针目，在锁针的空隙处同样钩织2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2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24次。第5圈结束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引拔针的同时换粉色线，将线勾出，继续钩织边缘的部分。首先锁3针作为1个长针，在第2个长针上钩织1个长针，在锁针的空隙处钩织1个长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，一共钩织50个长针。50针完成后，在顶部空出7组花样作为包口，第2排换白色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1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。首先按顺序钩织4个长针，同时将多余的线段一同编进织物内。4针结束，下一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我们按照4个长针1个加针的顺序循环9次，一共钩织59个长针。
第二排结束，第三排换绿色线，将线勾出，编织一个锁针，然后翻转织物。首先按顺序钩织5个长针，5针结束，下一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第二针钩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换深色线，后面继续钩织5个长针。第5针结束，下一针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第二针同样钩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继续换回浅色线，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对照图解上的针数，2个颜色交替编织即可。第三排结束，这样完成主体的织片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2个织片。下面开始制作包带的部分。我们利用虾辫的方法钩织一条包带。视频教程可以到我的主页搜索标准虾辫。我们需要将包带连接到主体的侧面，使包身更加立体。包带的其中一端对应包身的边缘，同样钩织2个颜色。换线留下的线头刚好作为拼接用，简易版的可以直接缝合2个织片。在包带的侧面挑凸起的一根线，在主体上挑整个针目，利用卷线缝合的方式拼接。缝合到下一段换另外一个颜色，简易版的也需要2个颜色交替缝合。包带的部分拼接完毕，将其中一端预留的部分缝制一个环扣，将另外一端穿到环扣内并打结固定，这样制作一个可调节的包带。包身的主体完成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包盖的部分。这里用绿色线来演示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10个锁针，10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3针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钩织7个长针。第7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5针，钩织6个长针。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再钩织7个长针。第一排结束，我们在织物边缘钩织一圈短针。首先钩织一个锁针，在长针的侧面挑线，钩织2个短针，在中间的位置钩织一个短针，在起立针的侧面钩织2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长针上钩织7个短针。7针结束，在转角的6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12个短针。12针结束，另外一侧再钩织7个短针。包盖的部分完成后，将它固定到主体上，并缝制一颗磁力扣。接下来我们钩织花朵的部分。花朵用无骨牛奶棉以及3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绕线圈钩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二圈首先锁1针，在后半针上挑线，同样钩织5个短针。5针结束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然后钩织一个长针。
后面锁2针，编织一个狗牙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长针，以及一个长针。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瓣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5次。花朵完成后，将它固定到包盖或者包身上。现在我们这款西瓜手机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